版有英文哦。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和最新最好看的岁感一定。全部赶进来了，压下去。有。通常橄榄球员的，他就轻的就单手，然后重的就双手，火箭抛过去。那边这个位置看，全部一直回填。流石熏香应该是玩流石没错。班姐要抓了！哇，班姐的脸真的比我想象的湿哎！隔山打牛。哇！你为什么用这里？小拇指断。我也好紧张了。不要硬撑哦，要哭要讲那些。职人一词源自日本，只拥有一技之长，对所从事的领域充满热情且勤于磨练的人。俗话说得好，民以食为天，要炖头萨大家都常常吃，但这一口美味却是职人花了40年的时间，将平凡化为不凡。我没有看过青蛙装弄成这样子啊，的对不对？对，这么完整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样才不会泡进到水啊。冬天下去，这样穿这边突然进到水的话，就会很冷。就在夜市里面啊，十郡排骨都会有一个头萨，里面就是很多的药材啊，还有一种鱼。那这个鱼呢，我没有看过本尊，我就看过中段、尾段跟头段而已。你教我们啦，我们都跟着你。真的？对，我们都跟着你全程。真的？全程可以，一直到今天晚上你入睡前。不用了，有老婆陪了，不用。哦，是哦。哥别紧张，我是因为寒流来，怕气氛太冷，先暖场一下。毕竟班姐和我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的情况下，2只菜鸟就得上阵，希望能帮到忙啊！哇，有个重啊！好，可以吗？行，好棒！哇，全身的运动哎。我们袋口在这边。等下袋口一拔掉以后，它鱼就哇，整个往这边冲过来。我会护好小缸的。水进去了，哎，你看，你尿尿了。哎，你尿尿了耶！大哥，我现在能体会你说水进去会冷的感觉了。知道了哈。哇，今天要去破起。你可以看到现在鱼有没有？因为它这边拉起来以后，整个全部都进来到我们围起来这个区域。用力！拉这边。小心哦！哇，全部赶进来了！哇！哦，你看那一脚。哦，拍起来！超级大的。这位朋友，好厉害哦！我看到超级大尾，我想抓起来给大家看。真的吗？哦，这里。哇！好强的卡！哇！有了！我看你们这个大小是从一开始差不多是没哇！抓到！你看多大？跟我手臂差不多。哇！跟我手臂差不多长。哎，这一只你看，超大的耶！好大的。
它这一只，那算小的还是大的？那个更大了，5斤了。那到5斤哦。对，那个已经有5斤了。它有那种一尾就10斤的。对，不是只有一只哦，是一只10斤，但有很多。还算小哎，哇！那感觉好像在浴缸里面玩我的按摩池，按摩池，然后那个泡温泉有没有？然后那个按摩浴缸那个一键启动，然后那个水这样巴拉巴拉巴拉，就是那种感觉。不夸张，网子底下随便捞都是手臂粗，尺寸大就算了，里面少说都是上万条起跳。换句话说，等等的出货就是被投萨围殴的概念。那就给你看。这个打到，好，我懂为什么他要用2个篮子了，因为重量太重。哎，不好听。对，所以他下面Oh my god！ 好，有为，等下下一笼我来。我看到你的做法了，走。然后我看你是从这样下去，对不对？等我一下，绳子往后丢。然后我看你刚才有为是这样，因为他要压到最底啊。太浅了。哦，对不起。要往下，要深一点，是不是？你湿了没关系啊。啊，不是啦，我过不去了，因为这样都是鱼。可以了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吐吗？我要把鱼挤开。这边哈，然后要这样想尽办法压到底，对不对？要不上去就冷却上去吧。可以，我可以。小心哦！等一下，哇塞，不好意思，哇塞，这个，哇塞，这个下面的鱼是太紧密到压不下去，是不是？好。绳子拉住哦。好。我知道，拉上去的时候，因为它是挂2边，所以你要稍微把它平衡一下。我刚才那样捞不够满，我要再试一次。啊？我这边是。好，我知道，我换个位置，好，好，加油！这样子哦，这样子，然后压下去。哇，有没有？哇，难抓到最底。哎，我跟你讲，你说，超腰力，我脚都上来了，我真的是要用全身力量往下压。哇，没关系啊，上去没关系。哇，真的假的？哇，这么重，感觉下面很多。不然掉上去下的。哦，是哦。哎，你要让他比他跟他讲，他就掉上去了。然后你再慢慢控制篮子就好。好。哦，满的，我出山。会使，啊，你会使教你的徒弟啊，教翻铁。还你了，好，来，你教他，换你教他了。双手交换 switch。光走到这里就一定要透过那么高密度的后塞，有点困难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来啊！收下来，收的时候要顺着，这样子转绳子啊。对，你让他感受踩上去的感觉，你小心哦，你站好哦。我看看，真的难吗？然后压到最底，整个篮子要压到最底，不是正面，斜的下去，哎，对，篮结的重量跟那个应该会比我好压，我刚才整个是平起来，要到最底哦。最底那个 OK， 然后你要拉着刚才手上那个绳子，帮它平衡。哇，拉着绳子，对。好，跟我刚才第一次一样，不够多。啊，我懂了。对，再一次。有一点点技，就是角度嘛，就是上来之后，像有一点像糖勺一样，这样都挖起来的。对。是，跟上去，然后脚再帮忙加到。很乖的，你们调一下，调慢，好，我也调好了。好，OK。
你这个就要赶快拉紧挂，哎，我前面满了，然后后面没太晚拉紧，所以有一些拉紧挂，他们对。你看这全身的运动，动弹不会冷啊。真的，如何有一个他们两个，蛮好玩的，真的哦，他们两个还 OK， 他们两个绝对算快的啦哈。真的很快。零星啊，这感觉就像被上万人用藤条鞭打，你躲不掉，更逃不了。外加赌上寒流夹击，冰冷的池水无情地甩在脸上，甚至灌进衣服里。我只能说，鸡拍坦啊！那个哪一尾你觉得比较接近到10斤？之前看到是8斤。8斤的，至少8斤。你等我一下，慢慢哦。啊，对，它很活泼，很有力啊！哇！哎，我天哪！你看他跟班杰的手臂，我的手臂，他比你手臂粗哎。大哥，像一般我们如果在夜市吃的那种头沙，大小大概一只都是在1斤半、2斤。 2斤以上就可以了。 2斤以上这种了，哎，但这种一般会到哪里去啊？这么大？一样是夜市啊。夜市也会有这种大小的？有。它就是中段、尾段。可是你光看头，因为有些人喜欢吃头，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头哎。那比较少见。比较少见哦。哎，比较少见。可是你们的量很多呢，5斤以上的量很大呢。啊，全台湾吃头沙的很多啊。所以有人特别喜欢吃这种大的。有人喜欢吃大。是不是更大？但是比较。 这一尾比较长啊，这一尾是比较又肥又长啊，一个是母的，一个是公的啊，怎么分？肚子大的就是母的。那我这一尾是母的哦，肚子大，这个没母的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这种圆圆的，我这尾就母的。还有蛋呢？哎呦，有蛋哦，蛋的。哦，头沙蛋好吃吗？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会很好吃啊！他们像橄榄球员啊，在丢鱼的有没有看到？他就轻的就单手，然后重的就双手，哼，我先抛过去。 10斤的，我们终于看到10斤的了。哇，那个头，对，观众朋友，让你看一下，刚才拿到的都不是10斤的哦。哇，10斤的。哇，它比下去大腿长。你看一下，真的比你刚才那个长哎，刚才那个8斤左右，跟我腿一样嘛，10斤的，然后拿班杰的腿，你的腿伸出来，伸直，比班杰腿还要长哦，粗度应该跟你的小腿差不多哦。哦有跟你小腿有接近，差不多膝盖这里，膝盖上的，膝盖上。 然后你看他头，完全遮得住我。对10斤头沙斤，整桶的往卡车送，就知道这池子里根本是巨物来的。我和班姐只是实习帮忙，短2个小时，简直惨不忍睹。那还得行咯，因为我下半身很重，这个拖不好拖。哦，放太空装哦。哦，好，各位观众，好恶心啊！哦，哇，我离你远一点啊！你好恶心啊！这叫做认真工作。人家都说怕热就不要进厨房，怕湿就不要来鱼池。渔人的辛苦不用多说，画面会说话，努力只能算是基本功，如何研发新实力才是厉害的地方。头沙炸鱼皮，这个外面不可能啊。无大，这阮是阮家己的煮面呢。大海池啊，两年以上哦，这个皮伊迄个较厚度有，哦，啊咧，这个用起来这个皮才会较厚，才会好食。好吃啦！哇，阿妈92岁了都知道这个好吃哦，好脆哦。哦，我听到那个声音，这个声音很像是人家在吃那个饼干呢，虾饼的那种声音呢。因为它那个应该是它的蛋白质比较扎实，你知道吗？胶质。啊，它的胶质比较扎实。
咱若人哦胃若歹哦，伊也来食土山哦。这个胃壁，伊这想真济嘛。啊，这顾胃壁。土山伊这个顾胃壁，像这就是要你食，这就是要你顾胃壁。头沙也不会弄泰式啊，没有看过。啊，你这叫会 Q。这刚美会不会 Q？它吃起来有点像鸡肉，真的假的？像鸡肉，就是它那个 Q 的那个程度 ，Q 的口感啊。对，有点鸡胸肉的感觉。真的假的？一般头沙你吃，大概是一入口就会化掉的感觉，比较软啊。对，这个没那么软，它搭配这个酸，我觉得蛮好的。哦，你来个刷出呀，用这蒸锅好食。哦，刷出这个，而且这个汤还是有那个头沙那个鱼油那一点点那个味道，香味，对，酸酸辣辣的，然后微微的，然后冬天吃真的很适合。然后头沙的肉，它直接就是吸饱那个泰式的汤汁，对，这个真的厉害。它的肉没有什么土味。我算做40几档啊，重点我这个品质来顾好啦。哦，啊，这个上面了。听说这个哇，这互你食嘞，真正不得了哦，哇，这个比刚刚绵一点点。它虽然绵，但是它那个油都会串在每一个纤维之间，就吸饱那个汤汁了，所以吃起来其实会有一种一整个口腔啊，都是四川的味道，那个香料的味道，而且那个麻麻的很舒服，这个皮很嫩，这个皮很好吃。我这算切几片都用的啦，啊，所以用起来好，我这食起来轻。这个重点就是，哇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就是要这样整块，有没有？所以讲这料理哦，古早的料理哦，10几种啦。啊，你著看你安怎去煮饭，三四件就同款。啊，这种煮饭哦，足少人煮的。嘿，这拢我家己新发明的。我一个台北朋友来来甲我煮这味哦，伊讲甲这味哦来配饭哦，甲啉着。这有够啊，拢够。免讲用啥物菜，哦，这味真正好食。吃过完全懂。大哥的后家是用40年的坚持换来的自信，人定不仅能胜天，有时候逆风而行，还能找到限定滋味。人讲先地风，家人的福，没想到彰化就会风大成这样子啊！蔡哥，这个风太夸张了吧？地理条件的位置，彰化王公家有全世界上强的风，伊有这个风啊，东北季风，所以咱就知影讲风吹来时就有一种好食的物件。什么物件？鱼，叫做金啊，但是螃蟹有分哦。哦。有荤啊，7、8、9、9毛黑金鳗，它会一直延续到入冬。以前我们是用这个挖金鳗，没有。对啊。现在用水管，什么意思？水管找蟹，这招八竿子都搭不起来的给西是要怎么用呢？而且茫茫沙海加上强风搅局，走路都成问题。雄厚是吹乌的。看那边那个沙都在飞，飞沙。所以就2柱来保护一下耳朵。也不能回头嘞，回头那个沙子会砸到自己的脸的，很痛啊。这你要射在哪里啊？就是在有点像射在海滩的槽沟里面。你现在看得到退潮还有水泽，就是表示这个地貌比较低的槽沟，它槽沟会引流，那这些螃蟹会跟着流向。有句歌词不是这样写的吗？你是风儿，我是沙。这种看似浪漫的画面，在现实中没这款代志啦。哦，强风夹带碎石打在脸上，跟针刺一样痛，实在不明白呢。水管是有什么用啊？通常哦，你看我们现在站的风是从那边来的，对。你的口不能朝向风，哦，这样它里面不会温暖。对，所以我们通常的话就是会横向。这个要挖多深？就是按照管子的大小。管子是钱埋进去还是
以说埋下去，只要它有一个斜度，它有一个安全。它是让屁股比较低啊，可以稍微挖，然后塞着进去，然后再把它盖起来。对。不错哦，不错不错，哎，班杰很有造家的本能，最好这个也要眼闭起来。哎，那不然螃蟹看到就不进去，不是，螃蟹进去了就被别人抓走了。没有，它会陷下去。你有那么重吗？我这边这个位置不太好，水一直来，全部一直在回填。有时熏香，搞不好就是很香，应该是，连人都喜欢闻。只是我对啊，对对。你以为你都不用动手是不是？我看你那么顺利。班姐要抓了，班姐要抓了，你助他一臂之力啊！哇，班姐的脸真的比我想象的湿哎。可以在室内点，它有一点除湿的效果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岁感一定。最好这个也要眼闭起来。哎，那不然螃蟹看到就不进去，不是，螃蟹进去了就被别人抓走了。没有，它会陷下去。你有那么重吗？我这边这个位置不太好，水一直来，全部一直在回填。依照逻辑来说，涨潮之后，大哥这招请君入瓮不是不可能，但诱饵不放，只靠地势判断布局摆阵，真的这么简单？因为你们下来是很多水跟沙子。对。哎，满都是沙子跟水呢。来，我们到干的地方，倒出来，把它倒出来。倒哎！可以先把一些哇！开玩笑的。你以为拿得对，因为我们到干的地方去倒了，如果有的话，我们才不会被它跑掉。看一下里面的沙跟水有多多，不要倒出来，会不会只有沙跟水啊？也有可能啊，也有可能，因为潮水的时候，它带进泥沙太多，里面的用预设起来，它就不会出来。慢倒吗？是，我慢慢倒，大家看里面水跟泥沙到底有多少？水好多，全部都海水跟泥巴，不开玩笑的。你看倒这个东西不能倒太慢，不能倒太慢，因为当它们水跑光了，里面的沙子就出不来。哦，好，那我倒2成，哎，一气呵成。要小心。好，看起来全部都是沙，都是沙。哎呦，这是个很好的夹。可以哦。要小心它夹很痛哦。因为夹它卡住了，没关系，卡住了才好。哎，这个季节哇，水美，它蛮大只的。对哦，大概快1斤重。这个在台北的火锅店，你加一只这个，大概就是5000块或6000块以上，可能还没有那么肥哦。对，应该要5000块啊。火锅店在台北的火锅店，你多加一只这个，产地这样一直拉1000块。对，你到台北还要让它活着，差不多。来吧。要一气呵成哦。等一下 ，OK， 好，等一下我们再倒干一点地方，然后一次倒。好，往上一点，过去一点，再干一点。哇！摇，我们先一下里面还有没有东西没有出来？哇，这根管子还有，啊，这管没有。
虽然不多，但没打龟就是好彩头。毕竟这就是讨海人的日常。看天吃饭不仅仰赖老天心情，这饭怎么吃就看个人手艺了。这一道菜是应该说是它是新鲜的谷物，螃蟹是新鲜的，但是料理方式它是很久远的事情。我妈妈年纪90岁，他们的月子餐，这是近100年的那个月子餐。对，现在还有但是那个月子餐在都会区里面还是吃不到哦，因为它是就地取材，是海边有这样的生物。然后再来就是在这个地方，因为地处海边，对，它要养畜禽，对，不容易。所以你要吃到一块猪肉，你要吃到一个鸡肉，都很难，甚至一个鸡蛋、虾子类的东西，对，它是属寒的，对，在食材上属寒。为什么要提供给孕妇？在我们老祖先的料理方式里面，它把它平衡，加了那个麻油跟姜，对。那这个可以吃吗？这个猪油？这可以啊，这个就是猪油啊，当然可以吃。这是猪油，可是你肯定没有吃过这样的猪油，它吃起来有点像，那叫什么？蛙桂，蛙桂，口感呐。对，哒啦啦啦啦，哇，满满的，哇，全部都满的，对，这里面都是，哇，这个腮拔掉，不得了啊！再跟那一声，感觉你也饿了。哇，不会干，对不对？感觉就是湿润，好好吃哦。这个吃起来有点像那个乌鱼子，大概是这个等级的，而且是贵的乌子啊。觉得它那个猪网油啊，加下去之后啊，吃起来有点奶油味。不单纯就是海鲜的蛋白。怎么这么甜呐？刚上岸的还不甜，吓死！而且它的那个甜度是整个被浓缩在它的肉里面的，完全没有流失，就包覆把它的成分、营养成分都包覆在那个它的壳里面。它那个吃的时候，比如我吃到这个肢节嘛，通常这个肢节我们就是要剥一点肉出来而已。对。但是这样就没有意思啊。现在我壳这个，那个是个吸，顺便把那个猪油吸出来，跟那个肉一起吸进去，综合嘴巴里面。对，综合起来是蛮完美的。说猪网油，然后会有油的感觉，完全不会。猪网油包蟹对我们来说，不仅品出新风味，更吃出在地人的生活写照。食衣住行每样习惯都是透过环境而衍生的智慧。有时候跳脱框架，并非打破传统，反而是创造另一种延续。牛屎熏香应该是玩牛屎，没错。但牛屎熏香，我自己现在想象的比较像是蚊香，搞不好就是很香啊，应该是连人都喜欢闻。这我就不知道。等一下，反正我们就知道。我们今天找那个专门制作这个牛屎熏香的达人一兴哥，好不好？我们去找他，走。好 ，OK。嗨，一兴哥，这个为什么我第一次看到牛可以这样子？你有没有看他刚才靠着一兴哥的这边胸膛那边撒娇？就是他喜欢跟人抱抱。真的假的？喜欢跟人抱抱。嗨。啊，摸起来是舒服的吗？舒服的啊，就是因为它的冬天摸它，因为它温度比较高，就蛮温暖的。真的？我可以摸它吗？可以啊。它有名字吗？它叫拉拉。跟它抱抱就是你要怎么抱？要怎么抱？就站它前前，然后把手打开，抱抱。哦，他知道，哇，好聪明哦。然后就是诀窍，就是说你要自然大方一点。好，不要怕，你就是它头抬起来，然后你就身体给它靠着。哦，就是把它头拖着的，这样它会轻松吗？他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很安全感，友善的，对，哦，好，我是友善的，来，爸爸，再看，可以再一起，爸爸，哎，好像有，那你就要靠过来给他拖着，哦，看他眼睛，这个概念呢，就是你要大方，不能大方，不能又爱又怕。什么叫做大方？你知道吗？我
秀给你看。我跟你讲哦，它放上去的时候，它会把重量就是这样靠在上面。对啊，我看一下，我说啊，我感觉他的脖子就在休息啊。拉超干净的。对，你看，就是牺牲衣服就对了啊。也还好啊，这就是我讲拉超干净。好，静下，小心。就是有时候我们动作太大，其实就是牛会比较对，因为我不熟悉我们啦。对，正常。因为它天生的个性。对台湾农业社会来说，牛屎可以当燃料，可以盖房子，这些我们都听过。只是做成熏香，真的有人买单吗？现在该卷袖子的时刻。对，你拿个桶子，然后呢？我们要装牛大便。你要装啊？对。哎，你不用铲子吗？对，那我们用手，因为我们要做熏香的，我们就用手剪的。然后我们就是选一坨比较完整的大便这样。跟用工具有什么差别？因为我们用工具就是会铲到我们不要的，比如说土啊，还是草啊、叶子这样，就是它会混到这样。牛它们就是吃一些叶子跟草的，大便里面也都有叶子跟草啊。对，但是这是它消化过的，就是只有纤维而已。但是如果我们用工具会铲到一些土。你有土的话，火烧不过去啊，会影响那个燃烧的品质。对，是一次这样子抱起来还是？不用，就是只要挑我们要的就好。挑你们要的，挑我们要的。它是有触感吗？因为屎还有挑你要跟不要的部分啊。因为像这个表面它已经风干了，所以不要，我们就不要。表面不要。你要绿绿的那一块。对，我们就挑里面这个绿绿的还没有风干的。我说实话哦，这一个屎的味道，是我闻过最不臭的牛屎。其实在这里，我闻不太到，我光这样子闻哦，是闻不到的。对。这样闻，稍微，真的是稍微，你闻。你等下就要抓了，你有什么好不闻的？有味道，这样子没有味道了。你闭气，你不要，真的有，你骗人，这样子没味道。这个是你们有另外给它弄什么？是为什么它这么不臭啊？因为它只吃草，就是我们要做的熏香，那个牛只能吃草。什么意思？牛不吃草的吗？它没有吃饲料。对了。对，我都忘记有饲料这回事。对，没有吃什么玉米呀、什么谷类啊，什么人家拌在一起。有吃谷类，它水分会比较高。不会像这样就是成块一整。只是我帮忙浇食啊。对。对。你以为你都不用动手是不是？我看你那么顺手啊，就觉得我顺手是都快用完了。没有，还有很多剩下都一星哥，剩下我们留给他用。然后我们用手挑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样，你比较知道这个粪便的品质。你比较感觉到它。你这样玩它，很像在捏饭团的。对，这样就是品质很好。班姐要抓了。哇，班姐的脸真的比我想象的湿哎。没错，这就是大家熟悉的拉赛，而且拉的还得有技巧、有美感、有管控，甚至比例调配都很讲究。因为我们晒干磨成粉，你有加的话，它看起来比较细致。就是你如果纯粹用新鲜的，它那个纤维会很明显。入磨的话，就是它纤维太多，你看起来就那个形状不明显。然后我们还可以加一点那个茶树粉，这样。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入磨。第一次这么认真当始作俑者，每个步骤就像艺术家的精心创作，晒干后的成品更是颠覆三观。好轻哦！选一个角落点，这样可以吗？对。然后它烧完会整颗就是还是这个形状，它不会散开。木炭或是跟木炭有一点像，有一点接近。对，它是否香气还是驱赶味？有人就是要闻香，有人就喜欢这个味道，看每个人的需求啊。大部分就是买回去驱蚊，可以在室内点，就是如果比较潮湿的话，它在室内点一颗，你让它熏一熏，就它有一点除湿的效果这样。还是说你室内有异味的话，你没办法去除，你可以点一颗，它也可以消除那个异味。可以带回去给珊珊的朋友。因为它是草本的东西。最后是干的中箭而已。隔山打牛。
哎呦，哇，反了！你的力道这样对的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岁感一定。否香气还是驱赶味？有人就是要闻香，有人就喜欢这个味道，看每个人的需求啊。大部分就是买回去驱蚊，可以在室内点，就是如果比较潮湿的话，它在室内点一颗，你让它熏一熏，就它有一点除湿的效果这样。还是说你室内有异味的话，你没办法去除，你可以点一颗，它也可以消除那个异味。可以带回去给珊珊的朋友。因为它是草本的东西。用牛屎熏香消异味，嘿嘿，这概念不止冲击，还很创新。而这就是职人的超能力，他们将兴趣变成职业，玩出新招，更别提我身边这位功夫半姐，还把兴趣练出新境界。你们现在是在练气功？不对吧？一般气功我们去公园看到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怎么你们在打自己啊？哦，你们打很大力耶！每个都要有声音，这个声音非常讲究。你看他这个手，这就是气功的手啊，好厚哦，对不对？你看我们拍一排，手就是要这样进化，然后越来越厚，对，越来越厚。这个是超厚的，最超级厚。因为我们练啊，我们练一个东西叫五面拳。五面拳就是说，这个拳头它几个面嘛，你要哪一个面？你跟我讲。哪个面最舒服吗？对，最舒服是这一面。真的假的？这一叫我们要牙膏拳。牙膏拳，因为软软的，你好像有一个牙膏，你这样要挤牙膏，所以打的时候它会挤这个牙膏，那个气会往前跑。所以我比较要不要感受一下？就是拿气往前跑。要有教哦，哥哥我这辈子哦。OK， 气往前跑，好。王爷，对哦，对不起，我以为你好了。说到班杰，大家都知道他热爱功夫，私底下的他常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好友练武功。讲到专业，完全就是孙悟空的72变。我跟你打不同器官，会这样，要不要？你要戴手套不戴手套看你。你戴手套，你应该比较敢出拳。我好紧张哦。不用，你现在打人啊，你不是被打，不用紧张。Which part you want me to give you？ 都可以。你5分力好不好？5分哦。 5分力。这是5分吗？观众在看，就是你的5分力，对，就是全台湾的女生都在知道说你的5分力在哪里。你现在你知道吗 ？Ladies， 50% OK。哦，你看这个位置哦。对，要力度一点。这是肾。可是你看他这边的肌肉是它只有这一块，然后它也是内脏，它是内脏在动，有一点肌肉在动，但是也有筋在动，也有内脏在动，它3个合一才会推出去。这个位置很危险的，观众朋友不要乱学，不要在家里乱打哦，你的肾没有那么好哦。可以100，你可以到100。他们要讲哎，不要害羞。这是肝啊，肝这么高，肝在这个位置，用力，好，来哦。再多一点呢，有吗？你快变成有拳头了。我再带一下。好，你挡。不可能不痛吧？还好，你看我连捅都没有。
你摸这个皮，这个皮就很厉害。一般人厚实啊，这个皮是硬的，嗯，那你的是只有弹性，因为我听这个声音，有点像弄你要捏那个硬一点的橡皮。对。简单来说，把身体练到能够对抗外力，只算是第一步。怎么透过意志将力传达到位，才是真本事。把这个五面拳跟我们刚刚的气功，对，是我的师傅阿铁师曾文杰师傅，他是做禅宗的啦，传给我们用砖块去表演这个五面。等一下，不太对，一般气功跟砖块是没有什么关系的。以前的一些破砖的方式，对，你是硬碰硬，对啊，断，因为你的力量大，对 ，OK， 我们不是这样子的。我把力量放在你那边，所以我这边是 OK 的，所以你断。真的假的？对。师傅是干的中间而已。他的意思是说，把那个力量算，那个动力到这里就好了，所以到这里就好了。哦 ，OK， 所以断这里还要断这个。第一个跟第三个不会破，哦，不一定可以。隔山打牛。哇！你的力道这样是对的。我也好紧张了。如果你用这里啊，你这边的小拇指会断。如果你单纯用这里，有可能这个骨头也会断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哇！你的力道这样是对的。以前提到功夫会觉得有点虚幻，现在透过班杰解说，反倒可以用力学角度来理解。不过说是一回事，当真要上场实战，我都不敢相信我可不可以。我也好紧张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？我是个不怕挑战的男人，但我有点紧张。我看看你的力道够不够把它打断。You need to be harder。还要再用力，不然它不会断了。好 ，OK。你是这个力道哦，少一点点，你就是超级痛。注意安全，注意安全。这个机器突起。好，姿势一前一后，对啊，然后你就瞄准 ，C to 瞄准。Can I hold it？歪掉了！哎呀，有刮到。但是还是在这个位置。对，我现在手很麻。你这个麻，很麻哎。那个麻像什么？可以。但那个麻像什么？像你蹲下去，骷髅飞起来，不要都惊。没事，会好了。 OK。Good job。不要硬撑哦。不要硬撑哦。哭要讲。网络版有英文哦，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叮叮叮，就不会错过大奖的最新最好看的最感一定。这是一前一后，对啊，然后你就瞄准 ，C to 瞄准。Can I hold it？我现在手很麻。你这个麻，很麻哎。那个麻像什么？可以。但那个麻像什么？像你蹲下去，骷髅飞起来，不要都惊。不要硬撑哦。不要硬撑哦。哭要讲。
感谢上帝的保佑，还有肾上腺素的加持，让我镜头前没落亏，一气呵成。我想，不管是喜爱功夫的班杰，或是玩出新实力的一心哥，或是坚持投撒品质的大哥，从他们身上都会看到职人精神，也因为透过他们，才有机会看到不同视野。